and Corleone. 天籁般的旋律与波涛汹涌的管乐编制是近代意大利电影配乐的两大特色。开创这金字招牌的始作俑者便是 Nino Rota 了。若说写《新天堂乐园》的 Ennio Morricone 是意大利配乐大师，那么 Nino Rota 可谓是他的祖师爷，意大利配乐的一代教父。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意大利国宝级电影配乐家 Nino Rota 和他最知名的电影配乐作品《教父》。Nino Rota 在幼年时已经是天才音乐家，他在11岁时已经写出生平的第一部清唱剧，在14岁时他创作了诙谐剧，而到了18岁从 Santa Cecilia 的音乐院毕业的他，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作曲指挥家。才刚到法定年龄的 Nino Rota 仿佛是莫扎特在世，早熟与浑然天成的程度令人跌破眼镜。然而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可不是 Nino Rota 的写照哦。在成年后 ，Nino 还一再达到并突破人生事业的巅峰。Nino Rota 总共写过8部歌剧及5部芭蕾舞剧，而这还不包括他写过的钢琴和室内乐。如此多产又庞大的作品， Nino Rota 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古典硬汉呐。成年后Nino Rota 舍弃登峰造极的古典事业，转而投向电影配乐，与荣获5次奥斯卡奖的一级导演 Fellini 成为影坛的黄金拍档。在意大利，能和荣获5次奥斯卡金像奖的一级导演 Fellini 平起平坐的另外一个人，就是 Nino Rota。话说这两个才子还真是不打不相识呢。当时在意大利电影城，每逢下班时刻，公车站牌前总是大排长龙。但是司机每次却很巧地将车停在 Nino 面前，让他第一个上车。每天等车的 Fellini 终于看不下去，就上前理论。于是，一代导演和大作曲家就这样相识了。在 Fellini 一生所拍过的24部电影中， Nino 就配过19部哦。从 Fellini 1952年的《爱情神话》到1979年 Nino Rota 去世前完成的乐队排演， Nino Rota 大胆运用灰暗的实验风格，成为了 Fellini 电影的金字招牌。而除了替 Fellini 配乐， Nino Rota 也与其他意大利当代导演，例如 Castellani、Visconti、Zeffirelli、Monticelli 合作。光在电影配乐， Nino Rota 就以145部电影作品成为当时最多产的配乐家。然而是《教父》这部电影让 Nino Rota 这个名字响遍全球。《教父》是由美国电影协会票选出仅次大国民与北非谍影的史上第3名电影配乐，是 Nino Rota 的登峰杰作。由黑手党的恩怨情仇出发，《教父》延伸至人在事业、亲情、种族移民与社会地位中取决的立场。主角 Michael 从光荣退伍的大学生，为父报仇而踏上黑道不归路，从此成为现实冷酷的新教父。这简单的故事蓝图中，大量掺杂了美国开放与意大利传统保守文化，而这两种强烈的对比也在电影配乐中反映出来。其中最明显的便是代表意大利的西西里风格主题，以及当地的民谣，还有 Case Theme 所象征的美国。每当主角现身于电影时，总会有一段音乐浮出而久久围绕不散。这段音乐就是电影主题曲 Main Theme。 主题曲多半与故事角色连结，但有时也会搭配片头字幕或某场景表现的一种意境。对古典出身的意大利作曲家 Nino Rota 而言，写出朗朗上口的配乐并非难事。在《教父》3集电影中， Nino Rota 将几首代表性主题曲穿插带过，犹如古典中的交响诗。此手法如今见怪不怪，但在70年代， Nino Rota 此配乐的方式可谓开创意大利配乐传统之先驱。
Leitmotif 原先是歌剧作曲家华格纳发明的名词，代表歌剧中附属某一角色、事件或情境的音乐动机。虽说 Leitmotif 是古典乐的作曲技巧，但在近代电影中 Leitmotif 却是无所不在哦。在《教父》主题曲里，有几个角色与情境利用 Leitmotif 的手法，将庞大复杂的故事串联起来。最重要的 Leitmotif 便是教父。Nino Rota 为了描述教父，总共写出3段不同的音乐，来代表不同阶段与教父的面貌。首先，教父主题曲 Godfather's Main Theme 由一阵小喇叭响起，代表第一代教父 Vito 刚移民到美国打拼的奋斗心情。此曲以小喇叭悠扬悲柔的鸣起，接而穿插进移民辛酸过程 The Immigrant Theme。 第二个教父 Leitmotif 则是教父圆舞曲 Sad Waltz Love Theme from Godfather， 是片中最脍炙人口的主要配乐。教父圆舞曲在他与挚爱的女人、新婚西西里妻子、美国太太 Kay、女儿玛丽相继出现，代表教父温柔深情的一面，却也在几个重要的转折点及每集尾声浅浅浮现，仿佛道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最后 Michael's Theme 是教父第3个 Leitmotif， 也是唯一穿插在3集的主题曲。它的黑暗音调代表着黑帮老大的3子 Michael 的宿命转折。I knew it was you, Fredo. You broke my heart. You broke my heart. 除了教父主题曲，他的妻子 Kay 在配乐中可谓是另一个重要的 Leitmotif。 也许是发现 Kay 的个性与梦想和教父丈夫截然不同，因此 Nino Rota 以弦乐与单簧管用爵士慵懒的小调奏出 Kay's Theme， 好似表达美国妻子对于黑帮老大的无奈与爱怜。教父还有一个当年很创新的配乐手法，那就是蒙太奇 Montage。无论你对乡村骑士熟悉与否，看过《教父3》后，你便会明白导演 Coppola 的蒙太奇手法为何有影像能够延伸至音乐。所谓的蒙太奇是将故事中的2个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之事件加以重叠交错，产生出一种拼贴的现象。蒙太奇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在第1集的片尾，新教父 Michael 在教堂内为外甥受洗，对着神父发出神圣的誓言，但在教堂外却交叉他运用手下铲除异己的血腥画面。以配乐而言， Nino Rota 也因剧情需求而将主题曲与歌剧《乡村骑士》用蒙太奇的方式重叠展现。众所皆知，歌剧最早是由意大利人发明的，而歌剧本身的戏剧性与宿命感用于《教父3》可谓是神来一笔。通常电影中使用歌剧会有几种意图，第一种是渲染气氛，第二种也是教父高明之处，是以反向的故事来倒映电影的剧情。教父第3集片尾高潮处的乡村骑士仿佛是为戏而量身定做的，当观众在听到教父主题曲 Godfather Main Theme 响起的同时，眼前却呈现出教父同家人欣赏儿子在剧院扮演歌剧乡村骑士，但是老教父浑然不知，暗杀的危机正在黑暗包厢里悄悄展开。事实上，教父3部曲有很多地方都有乡村骑士的歌剧影子，你听得出导演精心铺陈的音乐密码吗？教父儿子 Anthony 在米兰 Scala 歌剧院首次登台时演唱的就是乡村骑士，用这出歌剧来作为教父儿子登台的首演戏码，是导演 Coppola 刻意的安排，因为乡村骑士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西西里岛，而教父整部电影的主题就是以移民美国的西西里岛黑手党家族进行的。这种越中越的巧思安排，一般大众是不会马上察觉。
乡村骑士歌剧中有一幕是男主角和对手要决斗前，两人先拥抱，而男主角同意的方式就是轻咬对手的耳朵。片中这一幕，骑士和刺杀教父的行为几乎是同步登场。轻咬耳朵是西西里岛人的传统，也在教父第1集尾声教会中要射杀异己的场面中出现过。而乡村骑士尾声也和教会嫩幕戏一样，最终一幕是在厮杀见血中的场面中结束的。乐中乐戏里戏外的水乳交融，至今仍是配乐最高明的手法。在教会3的尾段，乡村骑士歌剧几乎是完整的呈现在电影里，但没有任何违和或拖戏的感觉。在剧情转折最大的时候，导演 Coppola 安排了乡村骑士在米兰 Scala 歌剧院的上演。对于戏中的角色，暗杀事件在幕后进行的同时，该歌剧就在幕前上演着。其实从电影观众的角度，暗杀才是幕前，而歌剧才是幕后。这种前后颠倒的魔幻艺术令人深入其境，感觉就是像我们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亲眼目睹即将要发生的暗杀事件。在歌剧演出结束，暗杀行动一再失败后，众人步出 Scala 歌剧院后，下一波刺杀行动中误杀了教父女儿时才出现。电影中真正的戏剧高潮被错过，而乡村骑士中的间奏曲则延到歌剧结束后才浮现，而教父整部电影也才在这个间奏曲中结束了这位教父主角不平凡的一生。Nino Rota 在意大利的地位除了教父，他其实还写过更多伟大的电影作品呢。如果你还想知道更多电影配乐的知识和趣事，欢迎到影片留言区参考我今年的最新力作《越来越爱电影配乐》。这本书结集许多有趣有用的知识故事，更包含了15位超凡的金奖配乐大师。若觉得我的节目还行，也欢迎订阅和分享给其他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下次见，拜拜。